大家好，我是蒋振宁。到年底了，有非常多喜欢摄影和旅游的小伙伴呢，问我有没有什么镜头可以推荐的，甚至还有人说，如果出行只能让我带一支镜头，那我会选择带哪支？由于平时咱们频道内很少有关于摄影器材周边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趁这个机会也给大家来做一期视频。其实我买的镜头真的是非常的多，但都不常用，基本上呢都是躺在防潮箱里睡大觉。所以呢，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日常拍摄中最常用且最喜欢的一支镜头——索尼的 SEL-24105G。刚开始玩相机的时候呢，我是非常喜欢去更换各种各样的定焦镜头，来记录一些生活的日常拍拍照拍拍视频什么人像风景都有。但摄影呢，慢慢的从兴趣爱好变成了工作，那对相机的这个使用习惯呢，也发生了改变。目前呢，我并不太喜欢频繁的去切换镜头也可能是因为懒吧。除了一些特定的环境或拍摄一些比较特殊的素材，那1个月更换镜头的频率呢，也就几次。作为一款全画幅的变焦镜头，恒定 f4 的光圈也够用。从24到105它几乎覆盖了我日常使用的所有焦段，基本上呢已经成了挂机头了。这支镜头呢，我已经使用了2年多了，非常的喜欢。这么久使用下来呢，也慢慢的从喜欢变成了依赖。为什么这么说呢？太官方的参数咱就不给大家去念了。接下来呢，我主要从工作和生活旅游这2个使用方向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支让我喜欢且依赖的镜头。目前呢，我是有4台机器，以前是2台 HM3 拍视频，1台 R4 拍照片存档，后来呢又入手了1台 HS3。为了方便同事日常工作的使用习惯，我是给3台相机都配上了一支24105，就是图个方便我们目前工作拍摄的主要是维修和拆解，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画面人物出镜、俯拍、特写都是用2台 HM3、1台 HS3 搭配3支24105。由于拍摄的场地和环境因素，使用定焦镜头的话呢，就会有一些局限。3个机位都使用24105的话，对拍摄的焦段选择就不会那么苛刻。架好机位，基本呢不用太考虑距离，毕竟只需要拧一下就可以随时改变焦段。平时我们也会经常更换背景的搭配，每个场景的宽度呢都有所差异。顶部的俯拍也是需要兼顾全景记录和正面的特写，一期视频需要多次更换焦段。侧边的机位主要的作用是记录顶部拍摄被遮挡的画面和不同视角来获得更多的画面素材，方便后期的选取，也不会太单一。所以变焦的优势呢，就是让我们的工作不会太繁琐。之前侧边的机位呢，我搭配的是70-200G 大师的长焦镜头，拍摄特写和手部动作呢也是非常合适但很多时候侧边的机位呢是需要左右更换的，而且经常需要手持。那这个重量的话呢，手持还是比较考验摄影师的臂力的。而且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呢是80厘米左右，所以最终得到的画面跟24105差不多。还有一个呢，就是24105在105端支持最近38厘米的微距，搭配 A7R4 拍摄主板的细节呢会更有优势。70-200G 2.8的光圈虚化太强了，所以基本上呢侧边的机位是用不到的。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拍摄24105带来的画面效果呢会更加的适合。那它的这个视频成像素质我觉得咱就不用说了，因为目前呢咱们频道内80%以上的这个作品呢都是由它完成的。有一些画面的拍摄呢，我们需要用到稳定器，像这几个拍摄的画面呢都是用 HM3 加24105搭配智云的 VBS 所拍摄的。无论在24还是105端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呢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也比较忙1年出去旅游的次数呢真的非常的少。不过一旦有机会出去旅游的话呢，我都会带相机，然后记录一下整个旅游的过程。以前呢我会背个相机包装上各种焦段的定焦镜头，总觉得呢这样才专业，能拍出更好的照片。最后发现一天下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拍照，也不是拍视频，而是更换镜头。旅途中一会近景一会远景，不停的更换镜头，不仅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瞬间，还会影响旅游的心情。毕竟不是商业拍摄花了很多的钱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定焦镜头，背负行囊，实际呢却是累赘我也是买了24105之后才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之后的旅行呢，我只会带1台相机搭配1支24105。
去年呢，我们去了泰国和中国雪乡，旅游拍摄的场景啊，距离变化也是比较大。如果是定焦镜头的话呢，相对就没有那么从容了。在保证对焦和画质的情况下，24105啊，真可谓是一镜走天下了。这是在泰国拳馆拍摄的几张照片，都是原片啊，没有后期调整。当时场内的光比呢还是比较大的，观众席基本是黑的。像这张抓拍泰拳比赛的照片，实际的动作速度啊是非常快的，也得益于索尼机身的对焦性能。当然也要对这项运动有所了解，才能更好的抓住时机。特别是小朋友啊，不太会摆拍，拍摄的距离、画面都是随机的。通过变焦，能够最快速的获得想要的焦段，记录瞬间。虽然现在第三方的一卡口变焦镜头呢还有很多的选择啊，我自己呢也买了好几支副厂的镜头，但这么久实际使用下来啊，我个人感觉对焦和耐用性这两个方面呢，还是原厂的镜头会更可靠一些。而这是雪乡的温度呢，在零下20多度啊，这一套搭配呢也从来没有罢工过，而且在雪乡室内室外的这个温差非常大。从室外进入室内以后啊，相机和镜头上呢都是水，开始呢还有点怕。但等到水分干后呢，也完全不影响使用，可以说是皮实耐操。而且我从来不带 UV 镜，出门拍摄的话呢，拿掉镜头盖以后，基本上就是拍一整天，等到回去以后我才会盖上镜头盖。有的时候放在包里呢，我还会忘记盖镜头盖。前面的镜片呢也并没有明显的划伤，变焦的阻尼适中，并不是很紧啊。但是向下的时候呢，它并不会滑出来，就算是这样子啊，它也不会掉出来。然而你稍微转动一下，它又能很轻松的变焦。这款镜头呢还带有一个可自定义的按钮，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设定快捷功能，包括对焦模式切换和防抖的开关，这些呢都是可以提升使用的便利性的。由于机身和镜头都支持防抖，手持夜景拍摄呢也是轻松自如。我也尝试过挑战他们的极限啊，在手持拍摄的情况下，竟然可以做到1/3秒的快门速度，几乎我想要的任何场景呢都能满足。目前啊，我个人通过这支镜头拍摄的照片呢，已经将近2000多个 G 了。直到这一次仔细翻看照片啊，我才发现没有几张是我自己的，因为都是在拍别人。不过这丝毫不会影响我对旅拍的热情。经过了这2年的使用，它无论从工作还是生活上都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收获和惊喜。所以要让我去推荐镜头的话呢，那非它莫属。相信大家现在应该知道了，如果让我选择只带一支镜头出行，我会选哪支？其实目前呢，我并不太会去纠结这个问题啊，因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旅游拍摄，20105呢，基本都会在我的相机上啊。我只想说，你需要的才是最好的。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